父亲死了，母亲站在那里，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落叶。听说了吗？这苏老爷是死在花魁的床上的，真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可不是嘛！要我说，这京城第一美人李映月，空有一副好平囊，到头来还不是连个烟柳巷的妮子都比不过，真是丢尽了相府的脸面。那些话像刀子一样，狠狠扎在母亲心上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再为难我母亲，我必会护她周全。这就是你当年拼死威胁我死心塌地非要嫁的男人，如今落得个全京城的笑话，你满意了？我相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爹素来凉薄，到最后也这般不堪。娘当年错信于人，误了终身。这些年她忍辱负重，受尽搓磨，如今还要被人指指点点，实在委屈。丧事一办完，你马上给我改嫁。南宋侯府的宋二爷已经求到了陛下那里，明日赐婚的圣旨就会下来。宋二爷，宋明强，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映月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宋明强愿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哼，你前脚刚守寡，他后脚就带着侯府老夫人来恳求我成全。他当年就求娶过你，被你这不孝女无情拒绝。如今他亡妻已经多年，一直未娶，对你可谓痴心一片。这门亲事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由不得你再任性。娘，您还在犹豫什么？宋二爷高大英俊，性子爽朗温和。前几日女儿见着他，连我都看得出他满眼都是您。堂堂，你不怪娘这么快就改嫁吗？别人都在背后戳娘的脊梁骨啊！娘，别人说什么根本不重要。这些年爹宠妻灭妾，您受尽了苦楚。既然宋二爷真心待您，您就放心嫁过去。女儿只盼着您能过得好，只要您幸福，堂堂就开心。好孩子，娘有你这句话，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妈一定会为了你好好活下去。不，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！娘，您怎么了？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别怕，堂堂在呢。堂堂，娘不能嫁过去，嫁过去我们都会死得极惨，你会死在土匪手里。娘，您在胡说什么？明日就要大婚了，外祖父会骂我们的。堂堂，堂堂，娘记起来了，往后12年的炼狱苦楚，娘全都记得，怎么还能改命？堂堂，娘嫁到侯府之后，处处遭到大房和三房的嘲讽欺压，娘身为相府嫡女，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于是我到处树敌，不给任何人好脸色，连宋二爷也跟着吃挂漏，最后硬生生把他气得吐血早逝。娘，宋二爷临走前可曾说过后悔娶你？他就是个傻子，临死都不舍得责备我一句，只说没能护好我。可我对二房钱夫人的儿子宋宇极差，后来他扶持皇子上位，我死后他就将你发卖为奴，你在途中被匪土惨死。原来如此，前世我与母亲终究是太过单纯了，才会落得那般下场。堂堂，我们逃吧，趁着夜色逃得远远的，娘宁可带你去要饭，也绝不回那个人间地狱。娘，逃婚就是抗旨，相府100余口人全都得死。您既然回来了，难道就不想换一种活法，痛痛快快风风光光的活下去吗？可娘怕啊，娘只会发脾气，娘斗不过他们那些宅斗手段。娘，既然您有秘密，那我也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您。娘，我能看到一本别人看不见的彩虹屁语录，只要您告诉我未来的剧情走向，我教您怎么用好话扭转乾坤。彩虹屁？那东西能当饭吃吗？那当然，从今往后咱们不硬碰，学着温和处事，用智谋借力而行。映月，12年了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前世我将你这片真心弃如敝履，连累你英年早逝。今生我定要好好待你，护你长命百岁，
弥补所有的遗憾。父亲，喝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从今日起，你就认我宋氏宗祖。苏唐这个名字沾着过去的晦气，爹给你重新取个名字，就叫宋海棠，如何？海棠花开，富贵满堂。谢谢爹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夫君，你对堂堂这般好，妾身看着都要有些吃醋了。夫人莫要吃醋，我对你的心意这辈子都不会变。你和堂堂都是我宋明强手心里的宝。第一步开局非常顺利，接下来我的彩虹屁语录要动真本事了。堂堂，穿过这回廊，前面就是老夫人的院子了。过去我就是在这里被大嫂阴阳怪气的嘲讽，我气不过当场发飙，把老夫人和所有人都得罪光了，从此在侯府举步维艰。娘，别慌，记住咱们昨晚连夜背的那些语录。您待会儿只要学着语录上的技巧，他们就算有天大的怒火，也毫无招架之力。听说呀，这位儿媳给母亲请安，见过各位嫂嫂弟妹。起来吧，坐。哎呦，二弟妹当年可是名动京城的第一美人啊，未曾想嫁给一个风流商夫，竟被挫成这般灰头土脸的模样。今日一见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我再怎么变，也比你这满脸横肉的肥婆好看。听说你前阵子把床都压塌了，莫不是天天吃猪食吃出来的？大嫂说的极是，多谢大嫂这般怜惜我，看出我这些年的不易。大嫂，您可别这么说，二嫂就算瘦了蹉跎，那也是弱不禁风的瘦美人儿，哪像有的人胖得连腰身都没了，比猪还……一大早的都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唉，瘦有何好？我都已经是嫁过人、受过苦的残花败柳，哪里还能跟15、16岁的清嫩少女相提并论？每日清晨对镜贴花黄，看着眼角的皱纹，心里别提多糟心。我倒真是盼着能像大嫂这般生得珠圆玉润，那才是真正的当家主母该有的气派和福气。大嫂这般富态，那才是真正的好福气。您瞧瞧，您这脸上一点细纹都瞧不见，肌肤饱满水嫩的，活像15、16岁正值风华的小姑娘。若是不说，谁能猜出您的真实年纪？二弟妹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瞧着真有那么年轻。我又怎敢拿这种话来诓辩嫂子？大嫂这红润的气色，这饱满的肌肤，满京城都找不出几个来。我瞧着心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不过，虽说大嫂您这脸色是极好的，但若论起通身的气质和底蕴，还是不如母亲来的红润显年轻。我觉得大嫂再好好保养保养，日后到了母亲这个年纪，瞧着肯定也会跟母亲一样。比起同龄的老妇人，至少年轻个10来岁呢。走出去，说不定还以为是姐妹俩。老二媳妇啊，你这张嘴倒是甜，像抹了蜜似的。海棠这丫头坐在旁边，看着也是个乖巧懂事的。海棠谢祖母夸奖。海棠早听母亲说祖母慈爱，今日一见，祖母长得真像庙里的菩萨一样慈悲好看。大房好感度加50，老夫人好感度加60，宅斗危机成功解除。玉哥，快过来，还不快喊你新夫人和阿姐？哼，谁要喊他们？做梦去吧！唉，瞧瞧这孩子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，都怪我平时太惯着他了，连基本礼数都不顾。他居然敢给我甩脸色，真以为我稀罕做他娘？玉哥，
方才下过雨，青石板路滑得很，你跑慢些，千万当心别摔着了。母亲，玉哥一出生就没了亲生娘亲，这么多年孤苦无依的，真叫人心疼。儿媳初来侯府，与他不曾相处过一日，彼此互不了解也是正常的。这新母亲，还有海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阿姐，她一时半会儿叫不出口，那完全是人之常情。换作是谁，心里都会有抵触和不安。儿媳绝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怪罪一个可怜的孩子，日后定会慢慢焐热他的心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能有这份难得的度量和善心，老二能娶到你，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。阿福，你去跟其他各房的人都说一声吧，老二媳妇儿和海棠留下，中午就在这里陪我老婆子一同用膳。多谢母亲体恤厚爱，不过二爷这会儿应该刚下朝回府，想必也正饿着肚子。母亲，不如就让二爷和玉哥也一块过来陪您老人家用膳吧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、热热闹闹的坐在一起，您看着心里也欢喜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你想的最周到，连运哥都顾念着。小翠，快去前院请二爷和运哥过来。是老夫人，奴婢这就去。二爷您瞧，咱们玉哥虽年纪尚轻，这行事作风却最是利落沉稳，半点娇气也没有。瞧这眉眼间的英气，长大了一定是个文武双全的俊公子，不知要惹得哪家姑娘害了相思。谁要那些姑娘惦记？啰嗦！你瞧瞧，这猴儿还害臊了。母亲，这人参红枣鸡汤火候最足，儿媳特意叮嘱厨房煨了一整夜，最是美容养颜。您多喝2碗，出去一瞧，准能赛过那双八年华的娇俏女子。就你这嘴甜，整日里哄得我这老婆子都快找不着北了。母亲，今日儿子真是太高兴了，映月贤良淑德，一进门就像你家里的这般和睦融洽。海棠也是乖巧懂事，惹人疼，儿子敬您一杯，多谢母亲成全这段好姻缘。瞧瞧你那没出息的傻样，以后给我好好待映月，若是敢让他受半点委屈，惹他伤心，我老婆子第一个饶不了你，定要拿拐杖亲手教训你。完美通关，逆袭进度10%。这一世，我们绝不再做任人踩踏的炮灰，属于我们的风华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你这手真的好美，你莫要拿我打趣，我这瘦骨嶙峋的哪里好看了？你是不知，如今京中那些文人墨客最爱画的就是这份骨感之美，只是寻常女子哪有你这份天然的底子？这手肤如凝玉，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福气。二嫂，昨日我那儿刚得了新茶，咱们去品一品。林品。抱歉，可是扎疼你了。这胡子我早上还想刮，一忙就忘了。哪有胡子？二爷您真是说笑，这分明就是二爷心里专门为月儿盛开的玫瑰花刺啊，扎得月儿心里也麻酥酥的。二爷这些日子公事繁忙，多亏了有宋氏为你在侧，有你这般赤诚忠心之人保护，我与二爷便都能把心稳稳地放到肚子里了。属下定不负夫人厚望，愿为二爷为夫人效犬马之劳。二夫人，您又亲手给二爷送点心呐，您这手艺满府里都闻着香呢。张嬷嬷快起，前儿听海棠说您腰腿疼，我那儿还有2贴上好的膏药，回头让丫鬟给您送去。瞧瞧，这才是京城第一美女的气量，半点不拿咱们当奴才使。这些事让下人做就是，怎么又亲自过来了？二爷为国操劳，月儿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宋勇，你这小子最近怎么瞧着对我家夫人比对我还恭敬？二爷，
属下这辈子杀伐果断，见过无数深宅贵妇，但如夫人这般能一眼看穿属下心中所少、口中所苦，并给属下尊严的人，唯有夫人一个。二爷，属下自认为您这辈子能娶到夫人，定是上辈子修了10世的福分。这南寿侯府有夫人坐镇，才真正有了家的样子。该你上场了。子言，吃饭了。这就是流落民间的11皇子。别吃，你碗里的饭菜有问题。你是何人？我叫宋海棠，这是我弟弟。哼，你此话何意？我亲自端的饭，怎会有人下药？途中你去实测，我看到了有人对这饭做了什么。安全起见，这饭别吃了，你吃个鸡腿吧。如何肯定你的鸡腿就能吃？就是，我用我弟弟的名社担保，有问题的话你就参他。凭什么是我，而不是你？废话，如今父亲官拜4品大理寺卿，得罪的人还少吗？你做事这般不谨慎，以后招来祸事，我还能逃得掉？不如先参你一顿，长记性。那你先吃一口，再给子言吃。我先吃，我是怕以后不够惨吗？信我就吃，不信拉倒。慢着，你这阿姐倒是有趣。有趣才怪，要不是为了以后。喏，大夫，快看看远根怎么了！大夫，快看看远根怎么了！回老夫人，小少爷这是沾了养阳粉，需要泡药浴。宋玉，瞧我这般不小心。没事的。宋元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是不是胡说八道？让玉根过来就晓得了。我也想知道远根到底为何要遭人如此毒手。让玉根过来。哼，急什么？阿叔，你带着府中的婢女小翠去查，小翠最是公正。若在玉阁房里搜出那害人的牢石子，老夫人您可不能轻饶。二爷，你听到了吧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二爷，你听到了吧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可在侯府里，我既算不得是玉根的娘，堂姐儿也只是一个外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和堂姐儿还是回相府去吧。这算什么话？荒唐！庶子无教，你们平日就是这么教远根的？母亲说的是儿子管教无方。二弟妹，堂姐儿，远儿年幼不知礼数，说话口无遮拦，你们别放在心上。日后我定会对严加管教。重伯言重了。二弟，今日是孩子不懂事，养阳粉的事情肯定跟玉哥哥无关，不用再查了。大伯父此言差矣。既然刚才已经搜了，这会儿停下，岂不是让远盒子白受了罪，也让玉哥背着个洗不清的嫌疑？有误会，就更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既给远盒子一个公道，也给玉儿一个清白。如果真的是玉格儿下的养阳粉，那玉格儿也要接受惩罚。好好，堂姐儿果然是个明辨是非的好姑娘，极为公平。我们就该把事情弄明白。公平吗？那是肯定的。所以，如果查清楚根本不是玉阁下的药，他只是个无辜背黑锅的，而且他还口无遮拦，毫无教养，那大伯父、祖母是不是也该给玉阁讨回一个公道？回老夫人，在玉根的房中翻遍了，并没有养阳粉和其他可疑药物。二爷，咱们玉哥可怜啊，这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娘，今天一定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那样了吧？宋元，你还敢缩在那儿？今日老夫要好好让你知道什么叫教养。来人，去把家法请出来。
是你干的吗？不然呢？我都说了，你行事不谨慎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总揉我脑袋。我都18了，不是当年那个任你欺负的小屁孩了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被人栽赃了只会干瞪眼的小笨蛋。阿姐，当年是你护着我，以后换我保护你和母亲。等等，过几天我跟子妍要去郊外红树林玩，你一起去吗？不去。去红少林玩，有危险的那种吗？去吧，跟我们一起去玩吧。跟你不熟。喂，别去红树林。为什么？据说那里有猛兽出没，你要是不听劝，偏要去的话，就多带几个侍卫，注意安全。哦，谢谢。根据娘给的剧情，刘子妍约宋瑜去红树林玩只是幌子，为了遮掩某种真实目的。但宋瑜此行脸被划伤，留下一条疤痕，我坐不住了。这熊孩子就是不听劝。春兰秋菊，我们走，去红树林。堂姐儿，有血腥味，打斗声在这个方向，冲！你怎么来了？别废话。接住！喂，宋海棠，擦一下口水。哦。啊！堂姐儿，小心！子妍！小心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咕噜咕噜噜噜咕，我不会游泳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堂姐儿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刘子妍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因为他刚才为了救你，跟你嘴对嘴呼吸，现在害羞了。嘴对嘴，我的初吻！呸！堂姐儿，小公子也是情急之下为了救你才……我不管，快陪我回家，把我的脸藏起来。玉儿，糖糖，没事就好，真是菩萨保佑。这是子妍吧？你没事吧？多谢夫人关心，我无碍。二爷，姑娘家的清白岂容玷污？此事与糖糖的名节有关，你看。刘子妍，子妍见过二爷，这孩子长得很俊。听说你文武双全，略学皮毛。如今我家堂姐儿为了救你落入水中，而你也众目睽睽下与她有了肌肤之亲。俗话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打算如何负责？二爷，男子汉敢做敢当。如果堂姐儿不嫌弃，我愿意将来娶她为妻，对她负责。好，好啊，是个有担当的。我听到了什么？给你当未婚妻，我怕是要替你挨刀子。娘，糖糖和子妍男俊女俏，十分登对，这门亲事我看极好。子妍，起来吧。娘，你别乱点鸳鸯谱了。我不愿意，我不嫁。为何？糖糖，你可是觉得子妍的出身低了些？出身低？人家可是流落民间的皇子，未来的暴君天子，跟他沾上边，这辈子都要在后宫里斗死斗活，我躲还来不及呢。爹，不是的。子妍一表人才，聪慧睿智，将来一定大有作为，定不会委屈了你。娘，父亲，你们听我说啊，我如今才18岁，哪家姐儿这么早定亲的？这不合规矩。怎么没有？还有娘胎里就指腹为亲的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娘子言也是为了救我，情急之下才跟我有肌肤之亲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我还给他就是了。还？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怎么还？当然可以。好了，我把吻还给刘子言了。现在我们俩谁也不欠谁，此事不用在意。姐姐为我。真是奇怪，他亲我他脸红，我亲他怎么还脸红？这人怎么这么爱脸红？既然堂堂觉得年纪尚小，现在公开定亲确实有些草率，但我二房向来重诺，女儿家的名节更是头等大事。这样吧，让堂堂和子言先交换信物，但此事不对外公布，除了我们二房，绝无人知道你们有这一层关系。等子言长大，考取功名，你们二人若是彼此有意，再正式定亲，如何？如此甚好，全凭二爷和夫人做主。这玉色泽温润，雕工绝非凡品，一看就是皇家的传家宝。拿了这东西，就真的跟他绑在一根绳上了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一定要保密哦，外人一律不能知道我们的关系。若是透露半个字，我绝不认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我出生时外祖父送我的血玉吊坠，便宜你了。其实我真的猜不透他的心思，明明刚才我拒绝的那么彻底，他大可以顺势婉拒掉这门亲事，但他为什么没有？甚至我怎么感觉他好像还挺乐意跟我定亲的？刘公子，宋小姐，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这回廊风大，莫不是中暑了？多嘴。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这回廊风大，莫不是中暑了？多嘴，出来，咱们走。姐，子言托我给你带的，说是九香居刚出炉的桂花糕，他在那儿排了整整2个时辰呢。他最近不是在帮爹处理公文吗？哪来的闲工夫？谁知道啊，昨儿他还给你送了个树雕的小兔子，今儿又是糕点。姐，子言哥对你可比对我这个亲兄弟好多了。他进宫认亲的时间快到了吧？不出意外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暗中组建自己的势力了。他对我这么殷勤，是因为我身后的相府二房这颗大理寺卿的棋子吧？也好，有利益的结盟才最牢固。只要他不谈感情，这条小命我就保得住。这是北境极限之的寒髓白玉，这一方枕头抵得上半条街的铺子了吧？愿宋小姐此后年年高枕无忧。这刘子言不是二爷底下的侍卫吗？怎会有如此重礼？怕是替宋玉送的吧？多谢刘公子。糖糖，这么晚了还不歇息？你这一晚上叹了不下50回气。娘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按您过往的记忆，陆子言应该在2年前就该被接进宫，成为11皇子了。可现在他居然还在咱家马厩待着，难道是因为我们的出现，把他的皇帝命给改没了？难道他不进宫对咱们不是好事吗？没那深宫大院，他也成不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。娘，我只想保咱俩的命，并不想断他的通天路。陆子言这种人，若是困在小小侯府，迟早会出事。那不如咱们把真相告诉二爷，让他使使劲儿帮帮那孩子。不行，父亲性子直，若知道他是皇子，这府里就再没太平日子了。糖糖，你希望我考取功名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想做你喜欢的那个人。那你是问我想不想当官夫人？那我若以后想当这世间最大的官夫人，也可以吗？可以。若不是官夫人也没关系，我更想要的是跟我的夫君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果然你做不到，未来的皇帝注定后宫佳丽3000，如何能许我一人？
海棠，你今日这是在做甚？这些可都是这2年来子莹那孩子陆陆续续送你的稀罕物件。平时你不是都把他们当宝贝一样仔细收在床底的暗格里吗？今日怎么心血来潮全翻出来了？娘，我这是在清点整理，顺便把它们都装好箱。清点装箱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装箱？难不成你要搬家？等我和刘子言分手的时候，我好一次性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为何要分手？那孩子虽然平时性子冷了些，但对你是真的上了心。你看这满桌的东西，哪一件不是千金难买的稀罕物？他对你的心思，整个侯府上下谁看不出来？你怎么突然有了这种念头？娘，您还记得14岁那年我们刚来侯府时说过的话吗？过去我费尽心机，只想保住我们母女的命。18岁那时，我救她、帮她，甚至收下这枚玉佩，都只是权宜之计。我既不想被刘子言身上背负的那些隐秘和危险所累，也不想将来因为得罪了他被发卖为奴，落得个凄惨下场。可是，我看你对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情意。这几年他暗中护着你，娘都看在眼里。娘，他是天上的云，我是地上的泥。他是11皇子，未来的皇帝。他心思深沉，手段狠辣，未来要走的路注定充满血雨腥风。娘，如今的我不再是那个只求保命的小丫头，将来我只想嫁给一个清清白白、安安分分的人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夫君。他不需要有滔天的权力，但他必须满心满眼只有我一个人，绝不能有3妻4妾。在这大梁国，男人3妻4妾本是寻常，海棠想要一夫一妻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可若不是我过去吃尽了宅斗的苦，我又怎会明白他这份对纯粹感情的渴望？好，娘懂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娘都支持你。糖糖，酒香居新出了，多谢刘公子，我不爱吃甜的了。这眉骨、鼻梁，还有那种冷入骨髓的神韵，这哪是相似，这根本就是翻版。子言见过老爷。好，孩子，快起来。咦，娘，您快看，刘子言怎么和这位伯伯长得这么像呢？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不过这位伯伯身上有种好厉害的贵气，子言平时也有一点点，但还是这位伯伯更像大官。糖糖，休得在贵客面前胡言乱语。哈哈哈哈！小姑娘的眼光真准，我就是她的父亲。真的吗？子言，快看，你有爹了，你有家人了，往后没人敢嘲笑你了。是啊，孩子，为父来接你回家了。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宫里出大事了，太子殿下红了。什么？上个月不是说只是在皇家森林遇刺受了重伤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伤势过重，终究是没挺过来。如今举国哀悼，各家各户都要挂白布，进入国丧期了。爹，这是实在蹊跷。去年皇帝登基以来，皇贵妃的儿子在北周遭匪土劫杀，今年太子又在皇家森林遇刺，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巧合。海棠，你的意思是，后宫里有人在血腥清理皇储？也许皇帝早就知道刘子言的存在，但他一直不认这个儿子，是因为把皇子藏在民间才是最安全的保护色。太子若薨，那刘子言岂不是就是下任储君了？刘子言，刘子言，放开我，他还在里面。二爷，我是太大了扑不灭啊！子言伤也没逃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那么厉害，怎么会被火烧死？刘子言，你醒醒啊！你这个大骗子！海棠，别哭了，你仔细想想。娘，他死了。刘子言武功那么高强，红树林那么多顶级杀手都奈何不了他，怎么可能连区区一场厢房火灾都逃不出去？对啊，他身手绝顶，哪怕是睡梦中着火，也能轻易破窗而出。这具尸体根本不是他，他在诈死。因为太子的死，他的这层民间身份需要彻彻底底的洗牌了。他要回宫了。皇帝甚至没有给出一个理由，但谁都清楚，
那些莫名夭折的皇子和这有着莫大，甚至是直接的关系。你听说了吗？刚回宫那位11皇子可不是寻常人物。我也听家里在内务处当差的哥哥说了，说是这位殿下这些年并不是失踪，而是被陛下秘密送往关外，拜了绝世高人为师。那一身功夫，神鬼莫测。哼，何止是学艺，陛下那是深谋远虑。这些年，殿下一直隐姓埋名行走江湖，明面上是游侠，暗地里可是陛下的眼睛，专门打听四方秘闻。难怪皇贵妃和皇后的母家接连倒台，难不成？嘘，殿下这些年为皇室排忧解难，替陛下铲除了多少心腹大患。如今太子崩至，这位文武双全又握着天下情报的殿下归位，那叫名正言顺。瞧着吧，那长相跟陛下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大梁的江山啊，迟早是这位主的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大消息，天大的消息啊！让我奉上。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连侯府少爷的规矩都没了。圣旨，皇宫里刚刚颁布了圣旨，昭告天下，册封11皇子陆子言为皇太子。陆子言，你终于得偿所愿了，这天下终究是落入你的掌心了。阿姐，你知道吗？那位新册封的太子陆子言就是子言。哦，他竟然也不告诉我，他瞒得我好苦，亏我还真拿他当喂马的，还拿他当最好的兄弟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他。他倒好，瞒得我死死的。你自己傻，猪脑子没有察觉，怪得了谁？啊，阿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早就知道了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一早就让继父和外祖父务必要在朝堂上力挺11皇子。如今，无论是我们宋家还是外祖李家，都已经成功站队，未来几十年，家族必然前途光明。那你既然早知道他是太子，你怎么还答应跟中肃侯府的三公子王毅一起？为何不？他可是太子啊，未来的天下之主。只要你点头，你绝对是太子妃，是未来的皇后啊！与我交换定情信物的是那个流落民间、朝不保夕的孤儿刘子言，而那个刘子言，在侯府那场大火中就已经死了。如今东宫里的那位，是贵不可言，将来注定要3宫6院的太子殿下。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他给不了。既然给不了，我为何还要作践自己，凑上去当个笼中鸟？这是什么？你今天见过太子了吧？我刚从东宫回来的，殿下还问起。这是以前他送我的那些珍稀玩意儿，我要议亲了，留着这些男人的东西不合规矩，你帮我把这些都还给他吧。这枚定情玉佩一同带回东宫，告诉他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各生欢喜。完了完了，阿姐要议亲，还要退定情信物，太子殿下知道了，怕不是要疯啊！宋姑娘，你是说要易某终生不纳妾？是，若想娶我，这便是唯一的聘礼。这京中勋贵哪家不是3妻4妾？宋姑娘这要求实在离经叛道。既然王四公子觉得离经叛道，那今日这花便赏到这里吧。既然王家许不得，那就罢了。有的人许不得，有的人许得，咱们家不缺女婿。宋姑娘，太子殿下，请您过去一叙。不认识，不去。别赌气，去吧，哪怕是做个正式的分手呢。进来。进你个头！殿下贵为储君，臣女实在不敢高攀。有话快说，臣女还要回去相看夫家。听说你今日和王四公子议亲。是啊。议成了吗？没有。为何？我说以后不允许他纳妾，他不愿意，自然就不成了。不过呢，我本就没有看上他，议亲的对象也不止他一个。还有谁？中肃侯府的3公子人不错，长得俊俏，笑起来还有小梨窝，真是迷死人了。我挺喜欢他的。明日等他们家上门，我就答应。除了我，你敢肖想谁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
陆姐，你放开！陆姐，你放开！啊！哼，活该，这就叫因果报应。宋海棠。溜了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大理寺卿宋民强之女宋海棠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之甚悦。今皇太子适婚娶之时，特将汝许配皇太子为太子妃，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断我姻缘，坏我好事，陆子言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祝你日日倒霉，祝你胖成球，祝你无享闺房之乐。中肃侯府的三公子，当真有那么好吗？那当然。中肃侯府有祖训，代代子孙都只能娶一个妻，妾都不能纳的，正合我意。我也可以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放屁！咦，谁在跟我说话？啊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大概是从你助我无享闺房之乐的时候来的。请问，诅咒太子被逮个正着，会掉脑袋吗？横竖被你逮着了，要杀要剐随你，反正你就是诓我。姑为何诓你？这世上哪个皇帝愿意一生只守着一个女人？当初我问你时，你沉默不语，现在你贵为太子却来说这些，不觉得迟了吗？那日我没有回答，是因为我在想，我是要当个束手无策的闲散王爷，好做到一生只娶你一人，还是做一个能掌控一切，谁也逼不了我的皇帝，让你安安稳稳地坐在我身边。糖糖，信我这一次如何？如果你以后负了我呢？那我从此享闺房之乐。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？不想看你。可是我来啊！姑每天晚上坐在你屋顶上，听你这花样咒骂。王八孙子，王八羔子，乌龟王八蛋。糖糖，你骂人的词儿实在太单调了，改天我教教你。收好，这是我给出去的真心，一生仅此一颗。走。陛下，这按照大国祖制，即便是正宫皇后，也绝不可与新皇并肩走上御道啊！先帝驾崩，朕承遗诏，急登大宝。朕今日在此立下第一条圣旨，自今日起废除选秀祖制，大国后宫永远空缺。朕此生为宋氏海棠遗后，与国同尊，生同亲，死同穴。若有任何人再敢妄图干涉朕我后宫之事，一律按谋逆论处。臣等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册封宋氏海棠为皇后，位在中宫，平分朕之天下。在看什么？看属于我们的海夜和亲。世间多谎言，而一见倾心是爱情里最大的谎言。我娘是一位杀手，可她死于爱情。从她爱上那个本该是猎物的男人起，她就不配当杀手了。按照规矩，她得死。我不杀人，因为我发现掌握权贵乃至后宫皇贵妃的肮脏秘密，能让他们乖乖做我的傀儡。
我看着他们为了争夺皇权斗得你死我活，只觉得皇权肮脏，爱情可笑。我料想我的人生绝对没有意外，可是宋海棠就是一个意外。一眼心动吗？好像不是，不同的是他有趣、善良，有无畏的勇气。其实最让我难忘的是当年为了救我那该死的一吻。从那一日起，我就越善越深。我终于理解了我娘在爱情里没有原则，明知是飞蛾扑火，也会奋不顾身。自我与陆子言大婚已经过了10载，这10年光阴，先帝驾崩，他登基，我成后，家人齐聚，幸福美满。江山交给你了，儿臣定不负重托。太上皇，这江南的风景可比御花园的4角天空好看多了。只要你喜欢，我陪你游历一辈子，把天下山河都看遍。这一生，我定不负你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